其实我小时候就经常被讲不受教，但我后来好一点。但我觉得那不受教的我其实一直都在。这个事情其实从我左手开始写字这件事情其实是相关的就是我以前就是想要去冲撞嘛，就我左撇子，但是天生的并不是我选的。那我写功课就是很自然，就不晓得为什么哪一天这个笔就加到左手，你就开始可以很快的写作业。那你当然就用左手去写作业，那当然祖父他们不高兴啊，觉得小孩怎么回事？那你当然会去抗争啊。但后来你学会一件事，你要么就不要在他们面前写功课，你要么在他们面前就用右手写功课。你只有受教了，你才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就好像这里是只能喝酒的图书馆，一个出租成见、探索未知的地方。我有一阵子非常非常的好奇，出版社的每一个编辑或是发行人，他们去挖掘作家，是希望他能够来我的出版社出这一本书。是你是用什么样的视角？然后你为什么想要出版这一本书？理由是什么呢？为什么呢？某种程度上，你想要出这一本书，代表是你的意识。对，你是透过它去表达你的意识嘛？大概就是这样的概念。那我就很好奇，你的视角是什么？编辑就等于是作家、作者跟读者或者市场的一个中介的一个角色。他看到这个作家有这样的一个作品，他觉得读者、市场可能需要，或者目前还没有这样的一个作品，所以这个就会把它做出来。那或者他觉得作家已经写出来，但读者并没有看到这个作品的重要，他又希望帮他向读者或者市场来介绍，这是编辑的一个角色。编辑是一个中介的一个角色。Okay, 可是你怎么去判定说读者需要，市场需不需要？很可能就是因为市场没有，所以他需要。对，这是一个。但你怎么去判定说这个市场没有，或许也表示读者不需要，所以市场不做？没有错，因为我经常判断错误，我的判断错误就放在我的仓库里头，仓库就越来越大。但是我还是不相信读者不需要，是我觉得他可能还不知道这个作品的重要性，或者对他们会有。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最有趣的，是我们常常都觉得说我们是在去符合这个市场的期待。我们在做我们的工作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在符合市场的期待。但事实上，但殊不知，比如说你刚刚讲，我们会发掘这个作者的优点或者好处，那他这个优点怎么判断？那市场需要什么？是我觉得市场需要什么？所以其实一切都是我的意志的展现。没有错，是啊。所以那个书的一个终端的销售数字就告诉你，我们需要或者不需要。但是我现在做书也比较没有从这个角度来想，我就觉得这个作品是我觉得它重要，它应该值得被介绍的，我就做了。对，好，那我能不能够这样说，就是其实你的判断比较多来自于你对于这个社会的观察跟关怀，而不是对于市场的判断。是因为我不想被市场主导嘛？我觉得我不应该让市场来告诉我要做什么书，我觉得啦。我觉得我就回到我觉得最重要的好的，我就一个引介者。对啊，所以回到我们一开始在讨论的那个东西啊，或许这个工作你莫名其妙就做了，然后就做了30-40年。对，那其实或许你其实从第一天开始，你就一直在你这个你不知道到底喜不喜欢的工作里面，一直在创造你自己的想要走的一条路。其实是哇，好高兴看到你哦！终于可以跟峰哥喝一杯了，对，太开心。我们要先帮峰哥打书。好啊，峰哥最近出了一本新的书，叫《流光散册》，就是他上一本的《流光》。然后呢，这一次的散册他多了28000字。那等于是根本就是新的一本书。对，28000字很多欸。其实蛮多的，你就知道我这几年来不经意的还是写那么多啦。其实那时候流光出来的时候，当然很多朋友很喜欢，可是他终于卖完的时候，我很高兴。我想说，好不容易卖完了，就不要再版了。而且我现在把它做成电子书，没人要买，大家是要找纸本的。那我也没有当一回事。直到今年书展，国际书展，一个朋友到摊位来找我说要买这本书，我跟他说这本书绝版了，我已经没有了。那后来想说，那既然这样有这个需求，大家还是喜欢看的话，就决定要再版。2017年之后的，我还有写的我觉得比较精彩的、重要的，包括于云树老师过世，后来于老师也过世，那我觉得彭美敏教授也过世，我就把这些对我来说在出版的或者工作上的那些具有比较特别意义的、特别情感的，
我还是要有一个文章的位置给他们，所以才会有后来的这个形变的部分。你刚刚说那3个人是谁？余英时，彭明敏教授，然后余老师也过世。对啊，对，当初我第一次做流光第一本出来的时候，2017年出版的时候，这些老师都还在。刚好这个散册跟前面比较不一样，是散册一篇一篇的，但是因为余英时老师或者像彭明敏教授，我是分在不同的时间写的，但是我把它串在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它有一个时间连续跟流动的感觉。那文章后来读起来觉得还蛮好看，就很自然。可是自己讲。对，就是，但是对我自己讲的。你干嘛啦？不然难道是你讲？但是自己觉得就当然自我感觉良好了。但是如果没有这种自我感觉良好，怎么会想要帮自己出书？这样讲蛮有道理的，真的哎，不然你要背库存，听起来很累。允城文化的出版人在云城出书，在云城出书，其实我被很多人骂死了，就是你只卖自己的书，你只照顾你自己的书。我有吗？我没有这么觉得哎。但是当然有一些朋友当然是开玩笑，但多少我自己心里觉得就是还是一种犯规跟踩线的感觉啦。我自己是这样就不可以球员兼裁判，其实不可以，是吗？为什么？就那个分际，就是你做太多也不对。那做太少，我讲太少的那种宣传或照顾量，对一个书来说，又觉得好像少了一点照顾。我通常会退一下，看应该要怎么样去平衡。可是你知道自己的书稿写出来，如果你是一个编辑，你看到这些材料，你会想要怎么样处理？你知道那个编辑魂或者那个手就开始蠢蠢欲动，所以我才会编出像这样的书。那其实这样的题材或者这样一个编书的方式，我曾经想找一个作者来合作，哪个作者我还其实不晓得。后来想，万一这个作者没有合作成，但是这个做法他在别的地方实现的话，我一定会很失落，所以我感觉自己拿自己来实验。应该说这是一个自己实验的一个成品。那是什么样的题材，什么样的内容？有些作家脸书的文章也变成书嘛，对。但是我只是一个出版人，就是我没有特别写自己的一个生活的生命的比较深刻的撞击的那些情感或者遭遇，我只是写的是跟作者啦、跟书店或者跟你们在街上相遇、喝酒、咖啡馆这些故事。但这些故事里头，其实有时候有一些对话，或者一些场景，或者是一个路边飘过的人影。我记下来的时候，我隔一段时间来看的时候，会觉得哇，那其实是我们生活的切片。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作品或者这样一个面向，在这之前，我觉得在台湾的一个出版品里头，我比较少看到。而且后来也发现，这文字的累积量多的时候，我觉得一个时代的那种人文的或者书店的那个风景或者那个路径好像就出来了。而且你现在回过头来再看这本书，如果你真的要照这本书去走，我过去走的那些书店，其实很多书店也已经关了，你多少还是感伤的啦。我觉得，但我觉得他至少用文字留下了一个记录，而且我觉得比较珍贵。我自己觉得，就是因为你写的时候并没有想要一个出书，它也不是为了比赛，你就是写，每天写给脸书上的朋友看。当它变成文字要整理成书稿的时候，觉得情感是很真实的。我那时候写的时候，每天就利用中午吃完饭后的半个小时40分钟，我就把它写出来，就贴上脸书上去。所以那个其实反正没有太雕琢，但没有雕琢，其实反而就是很容易更呈现自己的本性。我觉得其实不错啊，但而且现在我也少那种冲动或者那种毅力或者那种习惯去做这样的文字整理。我觉得一个人生的阶段好像过去了。那你这样子在看你过去回顾过往你自己写过的那些文字，你看见了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你觉得？我看到自己其实就是一个漫游者。我觉得我就好像是一个穿针引线的人，就是我觉得我也只是一个街道的或者酒馆的或者咖啡馆的一个消费者，或者是一个穿针引线人。然后我觉得有点自己像是一个镜头或者是一个摄影机，文字的去记录我这样的一个工具去看到的咖啡馆的人啊，咖啡馆馆主的故事，或者酒馆里头，或者你在喝酒的时候你看到别人的一些人生的侧影。就好像我有时候会随便翻几页，都忘记说我曾经在这个时刻在这个地方跟这个朋友吃饭喝酒，那天发生什么事。但更有趣是那天发生的事是
是别人真实人生的一段，那发生的人自己并不晓得，他已经在我的书里头文字里留下来那个侧影。但是我看的时候觉得啊，我又想起那一天，想到那种真实的人生的气味。所以你写的都是你的生活上面的看到的感受，可是比较少去写，怎么说呢？自己内心的，或者是因为是脸书的文字，那脸书我就把它当做一个平台。那这个平台我主要在跟朋友，脸书上的朋友分享是做书的故事，或者作者的故事，或者是书本身的故事，或者我去看的电影，我去的书店，我喜欢的风景，或者有什么样的感触，我写在这里头。所以我并没有把自己放那么重，就是当然感触是有，但我更多是想要讲去交流一个书的故事。一开始是这样，但慢慢的一些人生的一些感触啊、触动啊，我也就渗透到这个文字里头来。所以那个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其实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它才会很真实。那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真实的部分，让虽然是写作者的我跟读者的我是有达到的。所以我有时候看到，我曾经写过这样的文字。我也认识才跟他聊，就是我们像我们在做影片或者做 podcast， 偶然回去翻看以前做过的集数啊，然后看完说哇，怎么讲得这么好？是。你怎么跟我一样真的到底怎么写出来？对，然后但是另外一方面是感叹说，当年怎么这么会讲这样。另外一方面的感叹是没有，我觉得我另外一方面的感叹是我当年讲过的那些东西，我现在叫我再讲一次，我讲不出来了。是因为我觉得时间过了，你的那个心境跟你的状态跟你脑袋里在想的事情是完全不一样。其实那就是灵光一现。对，而且那灵光是不可能复制，可是你会有新的一个灵光。是，就你看这次我来已经是第2次来，但我觉得这次来跟上次来又不一样。但是我们也不可能复制上次那个情景。就其实每一次，或者是讲我们在看舞台剧，好，每一次演出真实，但是好跟坏都不可能重来，因为就是当下的真实的呈现。其实讲就是说出来，就是你的人生不可能重来嘛。是，就我今天见了你，就是见了你，我的这个时间就浪费在跟你喝酒的状态下。对，但是就不可能再重现这一天了。明天来也不是这个时刻。对，明天来就是新的一时间。那我也不是昨天的我了，对，体重也不一样。对，之类的。我比较想要知道说，那你2年前跟2年后的现在，你自己回头再看，你觉得你改变最多的是什么？我当然变得更有点急躁，或者是焦急，就是因为我觉得时间会越来越，就是你做事的或者生命人生的时间会越来越少，跟越来越短。因为你这部分是着急的，但是呢，某一部分的自己就是没有那么强大的一个企图或者进取心的那个自己。我觉得那个心，我真的觉得这些心有比较柔软，心比较柔软。对，就是我不晓得，就是有些事情的一些看法，或者是一些对人的一些，也不能说包容，但我觉得可能就会那种坚持的或者在意的部分会少一点。我感觉，但我觉得肯定是因为年纪大了，就慢慢觉得累了，就是你也不想去抗辩、去抗争什么，你通常就很想就走开，转身走开，去找你想要看的风景，或想要去见的朋友，就像这样。但是也慢慢的比较没有一个更明确的目标了。就我上次来，当然就那时候云城还没有40年，可是我曾经就是想说把云城带到40年。但是真的你带到40年之后，你觉得好像那个高峰就走到了，或者也过去了。但是过了高峰一定是下坡，那你怎么下坡？你要做什么？就开始我现在想的是这一些了。我其实觉得你很厉害。哪边厉害？你自己说说你在云城待多久？34年，即进入34年。34年欸，你知道吗？你的 whole life 都在那儿欸。所以我那天才跟一个朋友讲说，我是那栋大楼的囚徒啊。囚徒？你想，我在我在1990年的3月走到那栋大楼，我当然每天进出，但基本上我就没有离开过那栋大楼啊，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啊。就是我公司的那栋大楼。所以你34年来公司也没搬家？没。公司这听起来蛮可怕的，都去同一个地方上班哈。对，我就是没换工作，也没干嘛，所以很多都是就是闭着眼睛都可以走到公司。管理员都换了好几个。
没错，而且已经快没有管理员。我的意思，有时候新来的那个楼下的也会上来跟我打招呼，说他要干嘛。我想说你跟我讲干嘛？就是因为其实你才是管理员。我想跟我讲干嘛？那跟我什么关系？但是我觉得人生有的时候，真的人生不是你可以强求，或者是就你没有想过你会这样在那边待那么久，你才会待那么久。或者你没有想要得到什么，你才会得到什么。因为我觉得人生我们当然还是会有欲求嘛，但我觉得说我想要得到的都没有，但是说我没有想到的，就会突然跑到你眼前。我很想问这34年，对，你知道这34年你一直坚持，我也不能说坚持，对，因为事实上是没有其他选择，没有退路。这么明白，这么明白。对，我讲坚持好像太伟大，但我说真的，人生也不是这样，就是你没想要坚持什么，但你没有更好的、更多的选择，或者你没有找到更喜欢做的。但是你后来发现，这的确是你喜欢的啦，所以我也不觉得一个特别的一个什么。你什么时候发现，其实这个是你喜欢的？我对任何东西都会抗拒的，就好像我在允城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准备考试，想再去念研究所啊，想要再换别的工作啊。但有时候真的有得到一个机会去面试或者口试的时候，我觉得那都不是我要的。但是我后来慢慢越来越做，就觉得你好像有什么东西想要说，你好像看到这个主题是别人没有做，或者别人没有注意到，你觉得应该要做的，你觉得那是你真的有想要去做的，你就慢慢觉得你会花很多力气去做那一些。我觉得工作跟你应该是同时，你自己在慢慢发现自己。我们当然需要一份工作，但你一定要找一个你自己是专长。大部分这工作当然有苦有乐啦，当然一定是你还是会喜欢的。但坚持34年是因为现在想想好像是因为只有眼前路没有身后身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你当然就会一直走到现在。以前我工作的时候有一个感觉，就是如果我现在的眼前我在做的这个工作不是我真的那么喜欢的，那我为什么不试着在我能力范围之内去创造我所喜欢的东西出来做？就是把这个看起来不完全是我100%喜欢的东西，在里面自己去创造一些属于我自己喜欢的，因为你这样才可以走得久。那其实出版也是，就是不是每本书你都喜欢，或者不是每个作者跟你在工作上磁场或者那么 match， 但是其他还是有更 match 的，会做得很愉快。那种愉快的能量，你可以用来作为其他的一个力量的一个消融啊，或者抵消啊。事实上也是这样，就是就算是一个你喜欢的工作，也不会是所有的时间你都是喜欢的，是一定是这样。你所有东西都是重复的啊。你说每本书，我有时候书出来都不敢看啊，我就怕我一打开就错字。我每本书你打开，我想说就很想撞墙。有我们做字幕也是，每次做完字幕都觉得哇，这个一定是万无一失的，就再看一次就又看到3个，然后再看一次，为什么还有？对啊，都是这样。我觉得有时候挑战给自己一些挑战，就是因为既有的事情你一定做到，就是算某个程度上算是顺手的嘛。那有些东西你之所以没有去做，当然不见得是你天生就适合做那事情，但你不试，你其实也不知道。那有时候有些机会来的时候，就有时候说不定你要试试看。是，就是有时候接一个书稿也是，就是我没有想过的书稿的时候，就会突然跑过来。你说那像白先勇老师，很多人想帮他编书，可是有一天他丢给我一本书，是我根本不想碰的，因为我觉得那个压力很大，我不能承受那种失败的压力，特别是他那个金额很庞大。我讲的就是镊子舞台剧全记录，就他那么多照片，那么多文章。那白老师那么讲究完美，那么讲究一个完整的一个记录的书，给所有喜欢那个戏剧而且不可能再演的戏剧的这些观众，我就觉得哇，那个压力很大，因为并不是我求来的。可从他跟我讲那天，就开始变得昏天暗地。所以当那本书出来了，刚好在人世10年完成之后，然后觉得我人生的力气或者做书力气，我不晓得为什么，突然就觉得好像也用尽的感觉。那我觉得我现在在这个状态了，完成了一个大的 project。对，然后我40年的时候真的完成。你说白老师这个镊子舞台剧全记录，或者把允晨带到40年，你本来立一个你觉得不可能达到的一个理想或者目标，忽然达到了，但是过后到底还
想要做什么，或者还可以做什么。就今年变成我一直在想的问题，也许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假期，或者需要一段比较完全放空的旅程。我在想，我觉得你或许不会是那一个最勇于尝试全新事物的那个人，但是你可能是最能够感受当下的事物的那个人。是，你讲得好清楚啊？怎么样？要李艳的是？你干嘛一举把人家戳破？是吧？不，我的忽然的感觉啊，是，对啊，是这个形容词形容的非常的是没有错。就我整天都想要改变，但我整天可能还坐在这个位置上面，那想着还没有改变的，然后就去喝酒，然后在街上感叹说这个街景已经就是这样的放空，然后就像，但其实这样不是很棒吗？是，我发现我不太懂什么是顺势而为。其实我是有直觉的人，然后我的直觉都会去告诉我说有点不对，但你还想要，但还想要去，对，你想要去试，还是想要去硬干，对。那我就觉得说，我干嘛每次都要这样？我其实早就有，我有直觉，我有预感，对。但是你就是明明就已经有预感了，有直觉了，可是你其实完全不相信自己。然后我就觉得说，干，这真是自找的。所以那个时候有时候那个硬干最后得来的这些苦痛跟挣扎，有时候真的是自找的，真他妈自找的。我可以理解了，其实有时候你做一本书稿，你说的你在那个接受的那个过程里头，或者在做的过程里头，你知道一定有些东西是不对的，可能是作品，可能是人，对，但你已经做了，你就硬做，但是那个结果都不会太好，而且不止不好，你可能后来跟人对人的信任什么也都会消磨，真的就我觉得我觉得那个直觉是有时候是我后来觉得那个直觉是很对的啦，你没办法验证或者是不是什么特别的什么感应，但是就有一种直觉，人有时候那个第一眼的那个感觉或者第一次那个感觉。就对跟不对，其实那时候就已经知道了。有时候自己通常在遇到一个事情的时候，自己第一时间一定有一个初始的判断，就是所谓我们讲的直觉。那个直觉有时候很下意识的东西，那有时候我们都不太敢相信这件事。是我很多时候都比较相信这个社会的框架告诉你的东西啊，然后你要做研究。你要做风险评估，你要控管很多东西，然后你要想这个外面人，我说做这件事，外面人会怎么想我啊，怎么看我啊，或者就一切的一切，然后就开始加一堆这个框架下去，然后到最后这件事情就变得很复杂，然后最后你做了一个决定，它也是妥协下的产物，但其实你一开始其实就有一个感觉，那个是很准的，是相对是非常准的，而且最奇怪的是，你一直觉得这次会不一样错。你那个直觉告诉你不对的时候，你这次也不会一样，那结果还是不对，还是不对。对啊，真的，所以我后来就都不去过度的分析这个东西，因为其实感觉很重要。其实说你这样很感性，但是因为我做书啦，接触人跟书的那个感觉久了，真的我觉得还是要相信那个直觉。有一些人是真的是你知道，因为你会有感受。对啊。你会有感，你跟人接触交往，讲几句话，其实你就会有感受，很深刻的感受了。对，所以其实感受说不定可以放大一点，说不定可以带你走到更远。而且那感受跟你的生命累积跟经验也是有关的。你会有这些感受，或者对人这样的一个判断，或者对事情的判断，就跟你的生命你所经历的过去的一些经验在里头有一个参考值在作用。这让我回想起我们从去年到现在好多的。过程，过程，很多过程，很多过程，就是我们一边相信自己的直觉，然后一边怀疑自己，怀疑自己，然后去做研究分析，一直不停的重复，每天都在相信自己跟怀疑自己当中打转，真的，每天，但人都是会这样的啦，就是因为你又怕自己太自负，或者在局限过去的那个经验。对，那你会一段的自我的辩解、辩问、诘问，但那个过程有的时候，因为终究是人，我觉得这个很难避免的。只是说，你会越来越想节省这样的一个力气了。对啊，我觉得你会想要节省这样的力气。但我觉得这是必经的历程。你知道，其实这几年认识峰哥啊，认识他越深，就会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很自我的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就被另外一层非常礼貌的
峰哥就包在一起。应该是说，那是一种被教养所框架的自由的灵魂。哇，是其实我小时候就经常被讲不受教，但我后来好一点。但我觉得那不受教的我，其实一直都在哦。然后长大慢慢受教了。那早上遇到被社会的磨难受教，忽然就变受教，发现这样比较能活下去啊。但的确那变成一个保护色了。但你只有受教了，你才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就好像这个事情，其实从我左手开始写字。这件事情其实是相关的，就是我以前就是想要去冲撞嘛，就我左撇子，但是天生的并不是我选的哦。那我写功课就是很自然，就不晓得为什么哪一天这个笔就加到左手，你就开始可以很快的写作业。那你当然就用左手去写作业，那当然祖父他们不高兴啊，觉得小孩怎么回事？那你当然会去抗争啊。但后来你学会一件事，你要么就不要在他们面前写功课。你要么在他面前就用右手写功课，以前那个年代还真的会这样，但是你反正就从头到尾都没有去改右手，像这种任性或者不改，也有一个后遗，就是我没办法写书法嘛。你写毛笔，你那个笔顺，握笔的方式，你就算你的握笔可以很模仿右手的握笔方式，可是你在写的时候，那种推的、拉的、画的、撇啊、捺啊，那就是不一样。但说不定你用左手一直写，写到最后你就变成一个名家了。但是左手写字它有一个缺陷，因为它是把那个字手就包在一起，所以你那个手你写久那个手有时候觉得会坏掉，因为其实它本来就不是设计。那个字设计本来就不是给左撇子，或者你反过来写，然后之后写久了之后就变一个廖字封体。是这样。但我真的看过写歪的，就是现在也是用左手吗？现在用电脑就2只手。那你现在签名，信用卡签名这样？我有时候过一段时间会回去看自己写的东西啊，然后我都有一种抽离感是那种抽离感，就是哇，你当时怎么会有那样子的心境？你完全不敢相信那是你写出来的东西耶。但是我觉得应该不是陌生，是你忘记了，或者你不想承认那个自己，因为你觉得那个自己，我觉得人那个自己都一直都在，但它会延续，但是你会往更好的，或者是更坏的地方去发展。以前看我小时候写的东西，其实还蛮会写的了，自己感觉还不错，但是会觉得说，怎么当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怎么有办法有这么多感触？而且那个感触是很青涩，然后现在是完全不可能会有这种青涩感。大学4年非常认真写了4本日记，里头毫无文采，然后都是抱怨，然后都很多垃圾的字眼。对，那我想我怎么会写这样的东西？但是它还是很珍贵的，因为你记下来当时的心情，或者你当时的至少看的电影或者一些淡水的风情。都还在，但是你也不敢相信那是你的文字。我跟你完全相反，我不会说我过去文章写得那么好，我想说天啊，这是我的日记怎么写成这个样子？不会，但是如果你现在看，比如说我小时候看那种，比如小学3年级写的那种作文，然后你就可以完全理解到你当时的环境是什么，那你那时候相信的是什么，你受到什么样的教育，你被什么环境压迫，或者是你傻乎乎的。所以你会写出这些东西，但我觉得那本身是很有趣的，是因为它反映了那个时代，是反映了你自己当下的状态，是。但我觉得日记真的好，就是我觉得它就是要诚实啊。如果很多人知道说将来会出版日记，那时候就会做一些比较修饰的。他如果不是为了出版而写的，为自己也写的，你是想要找人对话、跟自己对话的，或者是疏解的，我觉得那个其实都还蛮有价值。看自己的生命到底一路怎么样。走过，像我现在如果看我国中时候写的那些日记啊，我一定会说，我那时候就是在想办法讨好这个世界，透过写这个合于社会规范的文字，去让我能够得到比较高的分数。看完我就知道说，哦，我现在那时候是处在那样的状态。你是有规范被制约，对，被制约的，因为可能写的今天太开心会被骂。那时候就是你要努力向上，然后要勤奋，不可以出去玩。对，所以你们家金总是廖玉辉老师吗？你最好是可以看你的，就是以前的时候，但他从来没有看我写的东西。但是因为我们以前国中的那个老师很八股啊，是，然后他就会改你的那个日记嘛，他就是你去写说是打棒球啊很开心，然后不行，
这个扣分。然后如果是写我很认真看书，然后这个最后的结尾是我们要努力做一个什么对社会有用的人哦，这个就90分。然后我后来就从被打60分之后，就接下来全部都想办法去写90分的东西。然后你就可以知道说我当时的状态就是想办法要服从于这个社会的规范。考联考周记90跟周记60其实也没什么差别。对。我其实定期都会自己回去看自己写的东西，然后我现在都会用过去写的东西去检视自己心境上的转变。然后我就会去感受我变了什么。我现在是怎么想的？我想要检视我自己的改变在哪里？就这一段时间有变化吗？其实就看电影或者是文学作品啊，就是你如果每次看都会看出一点不同，那我觉得你在心情上，真的也会有一点不同，或者观察的角度也会有一点不同。是，对，我觉得峰哥讲的观察角度其实还蛮重要的，是因为很多时候你看自己，你以为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其实你很多时候随着时间的迁移，你理解的事情更多，然后你再重新回来看你自己，好像又有看到不同的面向。你说那个我们看同一个电影，看第2次、第3次，然后有完全不一样的想象。很多时候电影没有变了，是变的是我们已经变得不一样了。其实对，就是我们因为不是。就是那或许我们也没有变啊，只是因为我们当年看我们自己不是这个样子啊，或者是你那时候没注意到一些细节，就你上次看第一次看可能看他故事，第二次看你可能会注意到他的音乐，第3次看你可能注意到他到底主题在讲什么，那主题到底有没有讲好？但是当你可以看到一个电影的主题有没有讲好的时候的那个自己已经不一样。那可能当然有很多人本来就很厉害了，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变有没有更成熟，我也不晓得。但我一直希望自己可以少一点后悔跟懊悔的事情。骑士的老司机不是有红白蓝3部曲吗？是25岁的时候，我在看的时候，我都一直比较喜欢蓝，然后就一直沉浸在那个 blue， 就是那个很悲伤的那个状态。然后我最不喜欢白，年纪比我长10几岁的人，几乎都会很喜欢白。可是我那个时候我并不理解啊，我完全没有办法理解。我可能对于爱情懵懵懂懂，然后对于婚姻就觉得那不是我会进入的。然后在这个爱情里头的那些绝对的爱跟绝对的恨啊，那是什么？有这么分明吗？然后它有灰色地带吗？然后它有这么反反复复吗？blah blah blah，你不能理解，你真的完全没办法体会耶。然后我后来就是红白蓝，我就又重新看了一次。我突然明白为什么他们那时候当时告诉我说他们很喜欢白，因为你可能遇到的事情多了，你的体会就更深一些些。你知道那个视角就会更不一样，而不是像我小时候那么的窄。就只是可能拣选一个角度在看待一件事情。其实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所以你刚才跟你女儿讲的话，有一天你女儿会明白妈妈当年为什么跟我讲这些话，我都听不懂。可是这个的确是，其实有很多长辈在我很年轻的时候跟我讲那些东西，我其实当时根本听不懂。对，是这样。我对你说需要时间，但是你就先跟他讲，大概就是这样。但我觉得还是要时间自己去。有啊，我还记得，我好像也是讲过，我年轻的时候就那时候去那个电子公司上班嘛，然后就很唱秋，因为觉得自己很厉害、很聪明啊，进去，然后业绩也还不错这样。然后那时候就一个50-60岁的厂长，就有一天就找我去他办公室，他跟我说 ：“Hank， 跟你讲一句话，你听一听就好，你现在不一定理解。他说：“年少得志大不幸啊。”然后我那时候想说：“你这跟我这个死老人，跟我讲这什么鬼东西？谁要听你这是什么？”对不对？你老了，你不要把我一起拖下水嘛！然后后来我隔了10年之后，完全理解他在讲什么，是完全就是知道。但这句话说真的，我没办法理解，因为我年少没有得志，所以我还完全不晓得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心情。有，我后来花了好长的时间去慢慢的品尝这一句话。对，不是说他诅咒我成功了，但是我慢慢有去理解这个话。可是我好希望可以年少得志，我想不会，但是我觉得你老来俏也蛮不错的。谢谢，好来喝一杯，喝一杯。可是你现在这样
一直会就会想说，我下一步还能够做什么啊？我觉得其实很年轻欸。我自己有一个感觉，就是当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假如那是一个美好的或者是一个成功的经验，你知道它很难再被复制，或者很难再出现再发生的时候，你真的会开始想，还要重复这样的一个历程吗？或者还要再重复这样的一个循环吗？你就开始想，还有没有一个自己还可以做的不同的可能？我的确是真的是在想这件事情。比如说像《语音史回录》这样的书是不可能再出版的。是。我这样的作者，这样的一个机遇，这样的一个相逢，这样一个错身而过的这样的，是不可能再。就那个合作的经验太美好，美好到你都不相信它可能会再来，在你的人生里头。所以我就开始想，那我接下来我还要做什么？因为但总之还是会希望能够有不一样的高峰，因为其实就是不一样的就人就会感受突破嘛，就是你做这个还有没有其他的？那如果后来的一个经验都让你觉得很挫败，或者觉得哇，你的生命啊，你的精力一直在被消磨在一些你觉得不是那么重要，但是花你很多力气的，你就开始想到底这是有没有必要的事。当你那个资源没有那么多的时候，我想这资源讲生命本身的时间也是一种资源嘛。你想作家或者是文本，你想这个如果有超乎你想象或超乎你期待突然出现的时候，当然会那个会给你一个新的动力。如果都还没有或者没有那么强烈的时候，你就开始就会，然后市场或者读者并没有给你相对的一个反馈的时候，那你就会想，那我们的人生还要这样子下去吗？我有时候虽然你讲说我坚持那么久，但因为你一直有想做的书了，我一直有想做的书，那后来慢慢的觉得自己的能力或者经验重复到也差不多的时候，你就开始想说还有没有什么转化的可能。我们做这个节目到现在，那当然会得到很多的一些反馈，那无论是好还是不好的，其实我们就是做自己的事，对我们来讲，那可能我们各自的生命一定会有很多的滋味在里头，所以我们借由这些滋味炒出了一盘菜，就是我今天炒出了一盘菜，那我们就把这盘菜端出来，然后跟大家分享。那你就会发现说，我们端出来这个东西要跟别人分享，肯定有我的滋味的，但是你得到的那些反馈，你会发现你拿到的是它的苦味。对我来说，我期待的东西是有没有再多一点点其他的味道进来，而不是尽是苦味。他们都会觉得说，我的滋味可能都是只有你知道甜的那一种，所以我才可以讲出这种尽是甜的话。其实没有啊，就是一天到晚在分享我们的苦味。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分享我们的东西，就有一个就你没有办法保证这盘菜是好吃的，但你确保这盘菜是诚实的。那我今天突然变成一盘菜，那我是什么样的菜，我都很好奇。就是我们每次在看一本书，然后我们可能就会看到别人写的文字，就会觉得说，哇塞，他的人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怎么能写出这样子的文字？你就会感到好奇，是，然后你就会因为他的文字着迷。这个就是我们在看待你这一盘菜吧，就是你是很迷人的一道菜。是，但我就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就是说你有没有自己往自己的内心探索，但透过这个探索再反照这个世界，就看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程序或者工序，你有没有准备要去打开。但是你就要看外面的世界，你要先看到自己，才有可能看到外面嘛。如果你的心是被蒙蔽的，你看不到外面的风景。是用一个俗世的话来讲，就是诚实面对自己，是面对自己的恐惧，面对自己的失落、开心，因为骗不了。我的意思说，骗不了，因为我就是这个是骗不了的。就你不喜欢的人，或者不喜欢的书，或者不喜欢的，那个就是骗不了的。那当然，你喜欢的不一定是那么容易跟市场贴近，可是你还是要诚实面对你自己的选择，就努力去做。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才相信有一个未知的东西。但是那你不管你的命属于什么，你如果不努力，你也不可能走到今天或者走到今天啊。我觉得努力是一定跑不掉的。也因为我相信，我才知道说很多东西你也不必强求，你只要自己努力做就好了。我的意思是可能或许也求不来，你求不来，因为所有你喜欢的可能就是不是，但我觉得就不用去。有时候这个很玄，是你越求的他越不来，你越不求的他越来。语音室回忆录就是这样子啊，就是当初也没想到语音室老师会自己写回忆录，他都跟人家想不写，他忽然有一天就是有个采访稿，他改那采访稿，然后他就写了自己的回忆录，然后那个约也没有签，他就说要给你出版。所有的东西都不在你的掌控之内，但是如果没有过去的累积，就是你没有过去帮于老师做这些书，你没有找人去采访，你没有去跟他保持持续的一个联系，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里头，那么漫长的过程里头，我觉得他有在观察你。于老师不会随便把他的回忆录交给一个。不能说相信，但我觉得他是有考察的，就好像他在选学生一样，因为我知道他对能够到语音老师愿意收的学生，一定也是经过他的选择。那我相信这个出版也是他的选择。我自己后来是这么想，是通过他的一个考察的，或者通过他的一个认证过的，所以我很珍惜这个缘分。说真的，我很珍惜这样的一个缘分。今年我去一趟美国，我就特别去他的墓园，而是我去他的墓园的原因是，我见到他的第一次当面跟他讲话的时候，我就说我将来要看，因为那个谈话真的是很特别。我第一次到普林斯顿，然后师母接我，师母就带我去普林斯顿的墓园，他说要去办事，然后去办事的过程，他就跟我讲，这个就是于老师他的父母葬在这里。那所以当师母办完事之后，在我回到于老师家的时候，于老师接我，然后我们在家里聊。那我也不晓得跟于老师讲什么，讲一个大学者，然后就说老师，我刚才去看过你父亲的坟墓了哈。然后于老师就说，我将来也会葬在那里。然后就说，老师，那我将来也会来看你。就是我跟他的谈话，从那一刻这样开始，而且一开始我就说我要来看他，所以于老师过世，我怎么样都一定要去看他，那是一个承诺。那主要就是一个缘分啊，而且那个人生的缘分就好像很深，又好像很淡，好像很近，又好像很远。这种感觉，我很久或者很难去描述，但我觉得那个有时候经历成了一个很难忘的一种温暖。那这种温暖其实后来仔细回想，也不只有于英师老师身上，其实我在彭明敏教授身上，我也有感受到。我帮他做完宿舍，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听音乐会，那我就陪彭教授从音乐厅走到车道上去等他的车。那段路没有特别聊什么，但他就很高兴可以陪他走一段。那等到了车道上，他的车来，他坐上车，车窗摇下来，就把手伸出来。我很自然就跑上前去握他的手。我握他的手握很久，而且他也没有把那个手收回去。我觉得他的手好柔软，好温暖。我就握很久，但我觉得在那握里头，好像也在交流什么。然后我想还有机会再看他嘛，但没想到那样的一个握也是最后一握。就觉得人生有这样的一个因缘，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啊。但有时候觉得福气好像也不足以让你可以再重历那样的经验。但这两个老师，或者包括于天同老师，在我的梦里头都出现过，而且不止一次。就是你做了这么多作家，在你的这个34年的这个过程里头，对，有没有一个人他是影响你的价值观的人？我觉得应该这么说了，我做那么久，当那么久的编辑，我觉得自己有成长，就阅读的跟世界上的成长。那你说这些作家影响我吗？我觉得他们有时候在破除我的一个对作家的这样一个迷障。我觉得就是真实的接触跟你实际上的其实不一样，但我觉得真的反而不是这些作家在影响我，而是我会回到我的高中老师曹远阳老师老曹，因为我们的高中的课本其实是新潮文库。就是所有的养分，天哪！而且是他好有年代感的一个东西，而且他主要也不在讲那个文学，而且我觉得他是很有生命感的。他告诉你这些作家或者作品的故事，我觉得那个其实就打开了你。我觉得我的那个视野
跟阅读从那时候就打开了。我打开之后，我到了大学，其实很多时候变都是自己读，就很多老师的讲课的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我，充满一种批判性。我就觉得老师拿什么东西就要搪塞你。当编辑也是我自己喜欢阅读嘛，然后你当然接触很多作者，但我觉得文学上的见识并不是，我觉得文学的这种品味、这种见识是你自己要自己的阅读的累积。所以如果真的有什么样的打开，我觉得是人格的、人品的。那我觉得像于老师啦，或者像于天中老师啊，或者像白先老师，他们对人都非常大度跟温暖，而且对我充满了鼓励。是，所以其实那一个部分，我觉得反而是觉得非常的真实的。我刚刚听峰哥讲那个，就是珍惜那个缘分啊，很多东西啊。然后我忽然有一个感觉，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珍惜那个缘分啊，其实我们真正最珍惜的是你自己的感受。是。然后因为你自己很珍惜你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的那个感受，别人也会更珍惜你。我不晓得别人会不会更珍惜我，但我觉得自己懂那种惜福是好的，就我觉得是懂的是一种幸福啦。我觉得你会多一点厚度，我觉得那种厚度会让你觉得自己丰富了一些。而且你刚才在讲的时候，突然想到那天在书展里头，我是把郁天松老师送我的字第一次带到会场里头，然后就来了一只蝴蝶，你们也跟那只蝴蝶拍照。对啊，我一直不晓得那只蝴蝶怎么进来，而且为什么选在超离谱了，在世贸一馆，你知道它里面它要飞过多少地方，然后有一只蝴蝶跑到你的做的书的上面，郁老师的书的，我想说奇怪，这到底是郁天中老师，因为我把郁老师那时候我出第一本书的时候，他送我一幅字，他那时候已经发生车祸，已经卧床了，他就只能靠书法来练，也来练自己的肌肉嘛。那一幅字很大，那也很珍贵，我现在把它收起来了。然后我第一次把它挂在那个会场里头，然后就来了一只蝴蝶。对，那是很奇妙的经验。我就觉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现在其实还蛮相信一些我没办法解释的东西。我们在讲那个缘分的那些深浅，可是它其实是很难用时间去衡量。是，刚刚突然想起那个林世玉，我不知道要怎么形容，就是我们认识的时间很短，我们见面的次数其实也不长，是。可是你总是会在他眼神里头看见对我们的这种晚辈的这种关怀，可是他用平视的角度在看你的，他有他温暖的方式，对，然后就是他过世的时候啊，我说真的，我的感触很深，他让我更下定决心，抓紧我现在余生仅有的时间去做我想要做的事。他用那种向死而生的概念在活他的人生的那种方式，然后同时间又是一个很温暖的人，很温暖，这个事情是很不容易的。对，这个缘分好妙，你没有办法去形容说为什么这个人你认识他的时间不长，你跟他见面的次数不多，然后但是他却能够影响你那么深。他比较像是一个精神的导师，他会让你知道你生命应该在有价值的、有限的。可是他从不说教，你知道吗？他从来没有跟我们讲什么，对，什么严肃的事情。对啊，然后他也我们每次见面的时候，他都笑笑的，都在开玩笑啊，然后都笑笑的，很平常的这样聊天啊，这样也没什么的。他的告别式，我就从头到尾都忍住，也没讲什么。告别式后来要离开的时候，那一个朋友拍我的肩膀，那个朋友很久没见面了，叫吴建明。他一拍我的肩膀，一拍不得了，我就突然哭，我的话都讲不出来，就整个那个情绪，在吴建明拍我肩膀那一刻就突然爆发出来。但那时候我就没让他们看到我只有离开那个告别式。就是我觉得他就是后来变成一个精神体，我觉得他让你知道生命应该做一个有尊严的、有理想的人。真的，我觉得他其实就这样的一个，他后来他自己做这样的一个示范。是啊，其实好了，蹦哥，你接下来要葬在哪里？你告诉我一定会去看你的。但是我真的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想，而且不，这个是其实蛮好的。你先跟我们讲，我们一定会去看你的。但是我们这么爱你，那我一定要
一定要找一个让你们很方便。你不要太远，不要太远。我知道，太远的话，我们可以，不然现在网络也很发达，我们可以大家这么忙，可以，大家这么忙，不要这样害大家。你好贴心哦 ，so sweet。但是我自己也在想这个问题，我就蛮想就树葬就好了。树葬不错啊，树葬不错啊，树葬或者是因为我在想，我不晓得怎么可以申请，就是我今年。就第一次想要改变，然后就参加法鼓山的禅修了。那我讲真的，我以前有人推荐，我就很排斥，我很讨厌自己是被选择的去。但是后来这一次就是刚好自己也想要改变，就去了。那去我在想说，我就听到那个自然的声音，然后感受那个土地，就想，如果可以的话，在这地方也不错。那我们会在同一个地方，是要跟你在同一个地方。干嘛这样？干嘛这样？我也决定我要在那儿啊！你干嘛这样？你们很吵你干嘛这样？你怕他等下又忽然就问你问题就对了。我皈依法鼓山的，干嘛这样子？你还是我师弟耶！你在那边是没有，但是就是如果我觉得我会选择那样，或者选择不要有一个，就不要再站这个土地上的一个。我是讲真的，就死后不要再占有一席之地。对，生前可以占有一席之地，死后不见得要。你想，你参加所有这些台派的前辈的一个告别式，那最让你感到的就是那首歌叫《化为前锋》，就化为风就好了。如果可以的话，化为尘。你已经是风了，我已经疯了，已经是风。是，我每次听到那个歌，觉得好感动，觉得就是我觉得你要怎么样有一个台湾的心或者爱人的心，你一听那首歌你就知道说。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爱跟一个更高的理想，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台湾人需要的。我觉得啦，不晓得为什么讲到这个，但我就突然觉得，化为前锋这种感觉是不错。我觉得有时候那个是很有智慧的一个做法，就是当你想要传递给别人的东西更多的时候，你更要很温柔的、轻轻的，感觉好像不存在的，是用一个很。双手张开的，是很包容的一个状态，然后就完全穿心了啊！对，就他不是一个把你这样勒得很紧的一个感觉。那个其实人都会有一个下意识会想要抗就会抵抗了。那我觉得真的，反正就是每个人照自己的一个方式去了。今天很开心见到峰哥，真的，我看到他好开心啊！因为刚刚跟他聊天，我整个人都变了一个人。就把我的这个。另外一个这个温柔的感性的那一面都弄出来。其实尤其是在这几个月我们这么忙，然后见到峰哥在那边，忽然间完全没有工作的感觉，对，就很像聊天。但是我觉得人那个磁场跟也让你有时候我有一些参加一些场合，就你会紧张的，你会有特别要去。讲什么的？这个书我真的觉得说很特别，就因为不可能再有。然后我觉得它就记录一个时代啦，一种人文的风景，记录一个时代，而且是人你有交往的，或者是不止跟你没有关系的这些书店啊，这些店家，我觉得很多他也在那边留下了一个记录，我觉得还蛮好的。那个就很像那个，它不会是一个正史，是，就是它不会是三国志，是，但是我们最爱看的其实是三国演义，是，对不对？就是那种比如文人。私底下怎么交往的这些，其实我大学的时候很喜欢读一本书，那老师没有教的，自己找来看的，叫那个《世说新语》。其实就是你看，我很喜欢去那个人的对话，因为有时候那种对话是很隽永的，而且你有时候可以去想那个对话到底什么意思，而且你不同的时候看，你会看到不同的意思。没错，没错。我如果不是写书，我根本就忘记了我们的第一句英文学的叫 "This is a book"， 然后我跟这个 "This is a book" 这句话纠缠到。现在每天每个月都在做 This is a book。Oh my god！ 峰哥这句话好有感觉哦。我跟你讲，我如果没有做书，或者没有一天突然想说，天哪，这是我学的第一句完整的英文的句子，然后我跟这个纠缠这么久。This is a book. This is a book. 结果你的 whole life 都是 a book. A book. Books. 真的耶。你 whole life 每一个时间点都在 This is a book。 没有，我本来是没有想到，但是我觉得你好像每天在讲干话，讲个废话，而且这么简单的句子，这么简单的句子帮你捆绑一生，你不觉得吗？这是一个幸福的捆绑吗？
幸福，但我觉得就是真的，你讲到幸福这件事情，有时候我回到家，那我有一个角落像这样的沙发，有像那灯。你如果书读得高兴的话，你可以看几页，其实看不完一本书了。我觉得现在心很浮躁，可是你可以看几页有感觉的，你就觉得那就是幸福。对我来说，那就是幸福。就人生人世有这样一个时间，就是幸福，真的。我刚刚就一直在想说，那我跟什么捆绑了一世 ？This is Hank。可以不要吗？没有，因为我刚刚突然觉得说，哇，跟 This is a book 捆绑了一世，某种程度上听起来有点浪漫呢、很浪漫啊。对啊，但我在想那我的那一句是什么？对我也在想、我那一句可能是 I'm fine, thank you， 而且没有 and you， 对 ，I'm fine, thank you。Period。峰哥你知道，从做出版的第一天到现在，他都一直执行了一个意志，那是什么？叫做不受教而有教养的人。真的不受教。那个换一个话来讲，就是我认份，但是不认命。是我当然会逆来顺受，但我觉得我还是要努力去冲撞什么了。那我期待下一本。我期待下一本你会做什么？所以我也在想下一本事，但是开始有一些东西跑出来了。我觉得很棒的事情是我们在不同年纪的时间段，我们会有完全不一样的追求。然后你去挑战，没有做到，然后做到了之后，你就想要再挑战完全又不一样的东西。其实主持电台节目也是一样，是啊，但开始也想说要再继续吗？还是要再做点不一样的尝试？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峰哥了。为什么？真的吗？对，因为我也是一个认份而不认命的人。其实我也是。搞了半天，我们三个都是。今天谢谢峰哥，感谢，谢谢。